SNG 女团的新型小综艺节目《繁星夜谈会》，我是 SNG 女团成员吴瑶，你们可以叫我大瑶。我是 SNG 女团成员林慧，你们可以叫我哈哈。我们之所以办这个节目啊，就是希望让粉丝从内到外的来了解一下我们，从开始到现在，对，无宗旨，无下限。让我看一下现在几点？什么是那种晚上半夜10点，就是那种什么都可以聊的节目，对，深夜访谈类型的节目。好的，无下限，就啥都可以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 Q 一下这个节目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先，我得让他接我这句，他不接。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当 MC 有点不太专业，这是我们2个人亲自准备的一个小抄。好，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成员的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G 的队长秦瑜，大家可以叫我鱼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G 的成员边丽，大家可以叫我边边。我自己上台了，因为刚才忘了鼓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G 女团的成员许诗音，你可以叫我小 B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赖美云，大家可以叫我赖小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G 女团的小性格陈丽，可以叫彤彤。好，此处没有掌声。MC 请进入下一个环节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少了一位朋友。他好像就是被长大风给吹走了，就是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了。然后，所以呆迪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身边的途中。第一期如果播出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们留言，因为呢不一定能看得到第2期，这是一个定期播出的节目，而且所以留言多了就可以看到第2期吗？那也不一定，那也不一定啊。所以要看我有没有大期。天哪！第一期的内容呢，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些女孩子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公司，怎么组成一个组合 SNG 的。那首先我先举个例子好了，我先说一下我自己，我是怎么进入到 SNG 女团的。其实就是真的是误打误撞，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哎呦喂，这个学问。没有点学问，当然自己。好的，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哈哈。其实呢，之前我有在那个酷狗直播，就是大家经常一直在直播的那个直播平台有直播过，就是在大家还没有直播的时候，我就有在那边偶尔直播一下。哦，那你然后棒棒。对，那我真的很棒棒。对，然后无意间呢，我就看到了首页的 banner 图，然后就有一个 SNG 女团的报名。其实那时候呢，一期生根本还没有出道。但是呢，有一期生的照片，插着2个红色的小辫子，所有小辫子，蓬蓬裙和双马尾，就是特别可爱，特别日系。没想到你那么喜欢我们小苹果的那个造型啊！改天我帮你画一个。其实我看了你们小苹果的现场之后，我就有点后悔。这是黑吗？不要让他们不要让老板听见。然后呢，其实我和我同样深圳赛区的有一个妹子啊，也就是湖南妹子，我们的鱼酱，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。那你说一下你为什么要报名 SNG 呢？我当时报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嘛，我很喜欢听歌，那我从小到大都用就是酷狗音乐去听歌，知道吗？我觉得有种味道。然后我有一天听歌的时候，突然间它弹出来一个小弹窗。平常都弹出来什么，就是美女屠龙宝刀啊什么啊，对。但是那一天不一样，就被弹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张。没有啦，那天弹出来的是 SNG 女团的那个。大家好，我们是SNG。可能是冥冥之中有一个缘，告诉你就是你和你朋友来深圳，你朋友走了，你要和哈哈一起留下来。他肯定是觉得我们团缺了一个黑溜溜那种民族的女生，黑溜溜的民族女生。今天在这一档就是首期的这个节目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，黑溜溜的民族女生。因为你看哈哈跟我是一个赛区的吧，是不是？当时那个赛区的人真的是
又好看又清纯，而且大家身材又很好。那我提个问题，你看了其他的妹子，你还敢来？当时我就其实其他的妹子都长得差不多了，那个时候。其实你还真别说，我当时觉得小七长得还挺好看的。现在我继续说，突然到了我们1、2期生终于要碰面的时候了，就看见他们1期生排了一列很长的队，大概10几个人吧。那会儿有10几个人，10几个人穿的非常的漂亮，画的非常的统一，身上的香味都非常的统一。我说，好大的阵仗！你知道那个香味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前辈。可拉倒！你可拉倒吧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之前那个老师送了你们所有人圣诞礼物，就是那一款香水。所有人看着可香了，说我们可臭了。是啊，然后非常的没有自信，本来就已经很没自信了。结果当时我们的陈丽同学陈彤彤，怎么了？她走在队伍的最后一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知道她身材很好，然后腿又很长，然后一双大白腿在我面前走得像个白天鹅一样。白天鹅是这么走的吗？白天鹅，白天鹅的弟弟。他就是脖子立得跟白天鹅一样长，然后翻着白眼从我面前走。白天鹅是白眼的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当时众前辈们一起开会说，因为当时没有后辈嘛，就是没有那种照顾的心理，大家都说，哎呀，有新人来，要给他们下马威，不要理他们，知道吗？结果呢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理他们。我一走进那个休息室，你们都聊得好开心哦，只有我一个人完成这个高冷的任务。是这样子哦。那所以你当时看到我害怕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其实当时呢，一群的女生，就是那种像哈哈那种清纯的女生比较多嘛。我看到迷酱第一眼，我也觉得，哎呀，我也觉得，哎呀，好黑呀，除了黑呢，就有一点那种高冷的尖酸刻薄脸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座位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。当时立控制一下现场。我还要进来录制。可能是2个高冷范儿的妹子对彼此产生了误解。我的鞋子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当时呢，在一个商场那里海选超级多人的，然后呢，每一个人都会先去一个小房子，小房子里清洗。然后到我了，我是每个人都要进去唱歌嘛，也看不清楚人的脸，我要进去唱歌，唱了快到副歌了，那些评审呢都完全没有任何动作在那看着我，那我就心想，我要怎么样吸引他们的眼球呢？我就一边唱，我就这样子凑过去唱，等我一凑过去，那一瞬间，所有的评审都举起了那个牌子，都通过了那个牌子。没想到你有这这是个专色诱评审吗？不是吗？我们是同一届的吗？我们是同一届，可是我跟你情况会稍微有点不一样。是吗？他是走后门的。哪里的走后门？就是普通的，就是朋友给俺安利，然后我就来了。我就是之前参加过一些其他女团的一些甄选，然后完了认识了一位出生入死的好朋友。那位好朋友呢，跟我一样，果然出生入死，一起就是落选了。落选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是他后来接到了 S.H 的通知之后，因为我们是出生死的好朋友，他就把我给捎上了。意思就是他把你的资料说，哎，我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很合适，然后他就推荐给工作人员这样子，是吗？知道太多了，不要被枪毙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小七对谁印象比较深，或者是？印象比较深啊，迷酱了。我们1期生其实当时嘴上说着，就是我们统贤体正直的那种类型，1期生都是。我们当时说对2期生一点都不感兴趣，但是当就是你们深圳赛区的时候出了那个照片在官网上，然后我们就所有人就这样看，一边看着讨论。当时你的照片就全都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就是李酱虽然土土的，但是他笑得非常的开朗。对，开朗这样特别的感人。我还记得他的发
小青，你为什么不按台本上说对我没有印象？有一些东西需要大家一起来帮我挖掘，这一挖，哎，就出现了。有说什么呢？我们是没有台本的，我们只有小纸条。那就大姚说，你为什么进这个团？我吗？其实吧，像我这种从小就是放荡不羁、爱自由、风流倜傥的，这种人吧，看你还能说多少？人见人爱，什么车见车爆胎，没有。其实我也是看酷狗音乐的，什么网络一线牵，酷狗一段缘，我们都是知道四姐妹是吗？四姐妹就来叫一起来报名。我个人是本来就想去北京去北漂是吗？啊，对，本来是打算去做一名专业的戏精的，然后但是我没想到我去了北京赛区去参加 SIG 女团的海选了。其实没关系，其实你在北京做不了戏精，你在 SNG 女团可以做个戏精啊，真的是这些都是戏精，戏精认证。没有，然后呢就面试，然后就进来了。我好像比你们是晚来了一天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是要说的就是我对一个成员的初印象，那就是被风刮过来的 Debbie。我只记得对我很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绿头发的人，那个时候还不流行原谅词，我只知道是一个绿发的外毛。然后我那是时尚，那是 fashion， 那是非主流，好走吧？在时尚的尖端。拉倒吧，原谅的就是我，大有内心，大有内心。好拉倒，对拉倒。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最深，因为后来我发现他进来了，然后又换了个黄色的头发。我知道，洗掉色了。不是，那是我特地染黄了。David 的粉丝们都这个时候弹幕可以就是变色了啊，呆逼黄了，呆逼黄，带绿的，就是这样配对的，怪不得我头发越来越黄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色则黄，发则黄，有内心黑则发黑。然后我就说，怎么还有一个这样的人进来了？我当时就想，一个坏学生，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一个小坏孩子，小坏。但是后来接触发现，他是大坏孩子。我是怎么进到 SIG 的？这个说来话长啊。那就长话短说。我怎么进来的？首先呢，我先是上海的嘛，我是上海人，然后我当然选择的是最近的杭州赛区。然后我去杭州赛区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准备，音乐都没准备，唱歌什么跳舞我都没准备。然后我就看到，就很多人都在外面练舞蹈怎么样，我觉得很专业，然后我就有点就是胆怯，然后我就下去按了脚，然后时间就错过了。按了个脚之后我就回家了。然后已经赛事看到了。对，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回去之后，我觉得想了一想，我说如果是因为我不敢，然后我就自己错过这个机会的话，我觉得很不值。我想的是，就算不进，我也要被人家说你还哪里不够，我觉得这个才好。然后所以我就联系了官 Q， 我那个今天我没去杭州赛区，我能不能就是换一个赛区？然后他就说那可以啊，就是还有的就是北京赛区了。然后想那行吧，反正有机会就去了。我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，也不是我忘了几个小时了，反正我迟到了10几个小时。迟到了10几个小时，天哪！我发现大姚是拿着合同都填完了吧？是对对对填完了准备走了，我才刚到。然后我看到了那个非主流的他，然后我就问大姚，我说你进了吗？我看他拿着合同进了吗？他说我还在想，我又想要不要进去。3个评委只剩下1个了，一个评委那时候话筒也没给我，就直接让我清唱。我就清唱了舞蹈，我大概跳了10几秒就叮，然后我想好吧，然后对没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就是没戏，他还没给我合同，后面我才知道原来是合同没有了。然后我就是这么稀里糊涂的就进来3G。其实你是用你的 fashion 收服了评委，然后现在开始黑人了。哦，我的第一初印象是吗？初印象，我就说我室友的。大姚说我进来的时候非主流，我跟你说吧，小 B 刚进来的时候也是一个非主流，他的头发大概很长，对，反正就是到腰吧，我长吗？
差很多，快到高了，黄头发，对，然后当时他也没画眉毛，素颜了，然后他是这么自我介绍的：大家好，我是现在的成员许昕，你们也可以叫贝的。我跟你们讲，小 B 现在已经进团了，就变得非常青春的很青春，很活泼的。然后现在的自我介绍是：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G 的许诗英，大家可以叫我小 B， 对不对？就小 B， 那个 B 的 B 字一定要 B 很长，小 B， 知道吗？我觉得你们真的不去当编剧可惜了，就是完全在夸张化，好吧？我要都是，到时候我来给你来一个正版的，好，正版特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G 女团成员许诗英，你们可以叫我小 B。闭嘴！好，要脱我们大家一起来，除了小 B， 大家一起来一个小 B 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SIG 的成员许诗英，大家可以叫我小 B。来开始你的表演，可是想单自我介绍，我要讲一下我的故事。好，你的故事，你是怎么进入到这里的？来，特别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奇怪，就是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作的人，就是你说谁是特别？你说谁？我谁作啊？我说的是做作，我说错了。你说谁作？谁做作了啊？当时我其实是准备了，就是自弹自唱嘛，然后去到那边之后，因为刚好那个学校的那个教室里面有一架钢琴，然后呢，我想练一下嘛。然后我就当着所有选手的面，我就坐在那个琴面前，我就开始练琴。然后我就听到旁边一个选手在那说：“琪琪真的好厉害！”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就很尴尬，因为我就是想练一下，但我没想到他们都在看着我。然后我开始手心出汗了。我以为你是这种的，在那琴边内心很骄傲。你们对了，他心里应该想，先给你们一个下马威。没有啦，其实我我觉得当时心里想的就只有2个字：丢人。是吧？因为觉得我们就是做是可以互通的，我真的就觉得他应该不会这样子想，就是说啊，我会你们都不会，他只是在弹。对，然后我当时紧张，然后我就不敢再练下去了，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是开始坐着，然后开始听歌了，因为觉得好丢人哦，因为就是被人家看着这种感觉，就觉得好丢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后来进去就面试了嘛，当时我印象深刻是我们的造型师姐姐，我进来之后才知道是造型师姐姐，她当时染着一头的蓝色头发嘛，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。不管是成员还是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好看。等一下，你们没有留意到有一个人一直很沉默。哦，对，来，我是怎么来这个团的？啊，我发现我跟大家都不一样，我好正式的录了你的故事，好正式，我就是非常正式的参加了比赛，然后从海就是选。超级女生的那种比赛模式，差不多，就是那天我和我朋友逛街嘛，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他就非要拉我过去报名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过来报个名。”哦，我说不用了，他说：“你过来报名。”我想知道是哪位工作人员，那位投缘的那位工作人员，结果后来没想到就是进了。作为17生，你看看我们这些后辈啊，你的印象最深刻的那一个是谁？就是初印象最深刻的那一个。初印象最深刻，小七呀，因为当时小七她个子小小的嘛，然后我就看她，我说啊，这个女生好可爱，就是好像那种邻家小妹妹的感觉，然后我就准备跟她打个招呼，然后她就走过来了，结果她一发声就你好，我就就是那种反差萌，你们懂吗？我懂。哎，你们可以情景还原一下吗？还好当时是。其实呢这一期节目大家都聊得非常的彻底了。我们这一期节目总结来说就是什么？千里网络酷狗一线牵。4姐妹就来报名。这是你没有看过的诚心 SING。如果你们还想看下一期的话，就请多评论、多转发、多点赞。记得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、公公。没有，主要是希望大家多支持，因为毕竟这样的节目录一期少一期，录一些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期。你知道啊，新闻播了，这不啊都是走电的哈，自己都在搞笑。有什么还想要听到我们就是互黑衣服或者扒衣服啊，不是扒衣服那样子的那些
大。